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做鸡胸肉，我将以炒鸡胸肉片为例，聊一聊如何快速嫩肉，以及减少加热过程中的水分流失，还有如何用不粘锅获得焦香的肉片外表，让你能够把鸡胸肉做得更好吃。这里是250克鸡胸肉，沿着鸡胸肉的纹理方向切片，放入大的容器内，加入1/4小勺小苏打，1/4小勺盐，加水到刚刚没过鸡胸肉片，用手搅拌均匀后腌制5分钟。小苏打嫩肉的方法在之前的番茄牛肉减脂餐视频中也介绍过。小苏打能够破坏肉中的蛋白质，减少加热过程中肌肉纤维蛋白因受热收缩导致的水分流失，从而起到嫩肉的作用。5分钟后把水倒掉，再加入清水，清洗掉肉片表面的小苏打，避免肉的质地变得过于软烂。加热后的肉片也不会有小苏打带来的淡淡的苦味。轻轻攥干肉片中的水分，用一张厨房纸吸收掉肉片表面多余的水分。水分太多的话，肉片在刚下锅的时候会降低锅的温度，使得肉片无法形成焦化层，从而增加水分流失。加入1小勺生抽，1/4小勺鸡粉，还有1小勺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。有些观众这时候肯定要说，你明明在做减脂餐，怎么还放玉米淀粉？我会觉得做菜首先要保证它做出来好吃，你吃得下去才会比较容易坚持，然后再来谈怎么才能低卡低脂。淀粉能在受热的时候迅速糊化，包裹在肉片表面，减少水分流失，也是为了增加肉片软嫩的口感。况且多数情况下，阻碍你成功减脂的并不是这1小勺淀粉，而是缺乏能够坚持低脂低卡饮食并适当运动的恒心与毅力吧。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始准备炒肉了，开中大火加热。我非常推荐使用这种不粘的平底锅来制作，受热面积更大更均匀，能够极大减少油脂的用量，还不用烦恼肉片粘锅的情况出现。喷油壶也能有效控制油的用量，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市售的这种瓶装的不粘油脂喷雾，这个会损坏不粘涂层。等到锅热的时候就下入肉片。一个简单易行的判断锅够热的方法，就是拿锅铲沾一点肉片表面的水，然后放入锅中的油里，有非常明显的滋滋声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下入肉片后，用锅铲轻轻地将肉片摊平，然后就不要再翻动肉片，在底部还未形成焦化层的时候就翻动，会使得肉片出水，肉质变硬。等到肉的边缘已经有一些变色的时候，再把肉片翻面。不放心的话，就用筷子夹起来看一眼底部，是金黄上色的程度就可以了。翻面后同样不要再翻动，继续用中火煎大约20秒左右。当底部上色后就可以开始调味。经过处理，肉片的咸味已经足够，这里可以选择放一些增加风味的调料。今天我选择用孜然粉和辣椒粉做成烧烤的味道。加入调料后适当翻炒大约30秒，把调料炒均匀就可以出锅。担心肉片不熟的话，就再多炒20到30秒。最后肉片也并不会变得非常干柴，这都得益于小苏打的作用。这样一份炒鸡胸肉是298卡，我一般再搭配一份简单的蔬菜，还有一份混合了糙米或是鹰嘴豆的米饭，这样一餐高蛋白低脂肪，一共500多卡的减脂餐就做好了。小苏打嫩肉，再用正确的工具和方法来炒肉，只需要1刻钟就能把鸡胸肉也做得美味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